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杰森视角。我们目前正处在一个世界格局大转型的时代，其中一个关键的作用力是中美关系直奔零点的惊人速度。今天我们一起聊聊这个话题。在进入这个主题前，我想先和大家分享一下《华尔街日报》最新对福茂集团总裁赵安吉离奇去世的深度报道，以此对这个过去1个月在华语圈引发众多悬疑猜测的事件画一个句号。3月8日，《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一篇深度调查报告，详细报道了福茂集团总裁赵安吉在2月11日离奇去世的过程。在过去1个多月，中文媒体圈有关这个话题，依据传闻和有限的消息，分析出了很多悬疑情节。这篇报道披露的细节，至少让我对整个事件有了一个完整的理解和合理的解释。2月10日是黄历龙年新年，赵安吉的丈夫亿万级别的投资人布雷叶还在迪拜出差，只有赵安吉和他的3岁儿子 James 住在他们德克萨斯的新家。于是赵安吉邀请了他在哈佛商学院上学时的7位好友，到他在奥斯汀西面的私人牧场一起过年。大年初一，赵安吉一整天都领着朋友在这个占地900英亩的牧场上游览。晚上，他们在牧场的客栈中一边聊天一边吃烧烤，过得非常开心。晚上11点半，赵安吉起身告辞，说他必须回他们在牧场的主宅陪他儿子。那时候他儿子在保姆的照看下已经睡了。赵安吉是想保证他儿子在第2天早上醒来时能看见妈妈在家里陪着他。那天晚上格外寒冷，而且没有月亮，漆黑一片。只身一人的赵安吉准备开他的特斯拉从客栈回到他的主宅，这在平时只需要4分钟的车程。但是他离开没几分钟，一个朋友就收到他的电话，在电话中慌张地告诉这位朋友，说他在试图做个3点倒车，在该要前进时却不小心把前进档换成了倒档，结果车子一下子倒冲出去，跌进了斜坡下面的池塘中。目前车子已经开始迅速下沉，他问朋友能不能帮忙救他。于是赵安吉的朋友们连忙赶往池塘，但是天太黑，水冷得刺骨，朋友们看不清车的位置。牧场经理拨打了911电话，当地的一个急救队在接到电话24分钟后赶到现场，随后更多的急救人员、消防员和警察也纷纷赶到。可是由于天太黑，而且地形复杂，一些救援人员不得不下车走到事故地点。等救援人员到的时候，车已经完全沉没在水里了。从这里开始，救援过程大家基本上就知道，简单讲就是先是警察站在池塘中的车顶上试图撬开车门，没成功，找潜水队也没找到，想打破车窗也没成功，最后只好叫拖车把车拖出来。但是赵安吉的特斯拉冲到池塘里实在太远，他们的拖车缆绳不够长，最后好不容易找到一根足够长的拖车缆绳，才把车子拖上来。当大家在岸上终于把车门打开时，数百加仑的水从车里汹涌而出，而车中的赵安吉已经没有任何反应了。他被抬出车后，虽然被紧急实施了心肺复苏的急救措施，但还是没能挽回他的生命。救援人员在现场就确认了他的死亡，因此他的尸体没被送往医院，也没有进行尸检。这时离赵安吉最开始打求救电话已经过去了2个多小时。在车里被水淹死，这样的事情听起来很离奇，但也不是非常罕见。在美国，每年都有大约400人因车辆淹水而丧生。一般人在车淹水后，第一反应是试图拼命打开车门逃生，但实际上由于车门外和车内的水位差对车门形成的压力，致使想打开车门几乎是不可能的。最有效的办法是从车窗逃生。过去的老式车可以用手动摇把把车窗晃下来，在这样的车中，驾驶员有大约1分钟的时间来把车窗摇下来。但是像特斯拉这样的新车，车窗都是电动控制的，在这样的情况下，落水车里的司机可能只有几秒的时间来按下按钮让窗户降下来，几秒后水位就可能升得太高，让汽车的电路系统失效。
但是在落水的紧急情况下，极少人会保持头脑冷静，做出如此快速清醒的反应。如果车窗也无法打开，打碎车玻璃逃生就成为最后一个选项。但是现在大多数汽车公司用的都是经过强化处理的夹层玻璃。美国汽车协会的测试显示，在水下用人力试图打破这样的玻璃几乎不可能。因此，从这些技术角度看，赵安吉的悲剧几乎是一个无解的宿命。赵安吉的一生就如同一个典型的豪门电视剧的剧本。她是显赫的福茂集团6姐妹中年纪最小的。她不但人长得甜美，而且非常勤奋聪颖。她只用了3年的时间，就以优异的成绩从哈佛大学取得了经济学学士学位。毕业后，他进入摩根斯坦利投资银行，随后他再次被哈佛商学院录取。毕业后就进入他们的家族企业福茂集团，从副总裁做起，最后在2018年45岁时接替他的父亲，成为价值13亿美元的福茂集团的总裁。他的大姐赵小兰和大姐夫麦康奈尔的显赫地位也是大家都已经熟知了的。他结了2次婚，第一次婚姻很不幸，他在2009年35岁时嫁给了一个61岁的亿万富翁，但是结婚不到9个月，这个富翁就突发心脏病去世了。2年后，她和现在的丈夫布雷叶在一个晚会上因为同坐一个桌子而相识，1年后2人结婚。2020年，他们高龄生下儿子 James。他们决定搬到德克萨斯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他们的儿子未来的成长。但是谁会想到，这个美丽的德克萨斯牧场竟然会成为赵安吉的杀身之地，而赵安吉这个以海洋运货为生的家族企业掌门人，竟然会在自己牧场的小池塘中溺水身亡。命运弄人呀！赵安吉的突然去世引发了一系列的后效应，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突然宣布今年他就退休不干了。知情的内部人士表示，赵安吉之死对他冲击很大，是他决定辞职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呀，我们可以想象赵安吉坐在车中那最后的时刻，面对渗入车中的冰冷湖水，水面一点一点的上涨。在那一刻，人生奋斗得到的荣誉和财富对他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另外，赵安吉的家人和亲友也表示，围绕赵安吉的突然死亡在社交媒体上激起的众多阴谋论，也让他们感到愤怒而又无助。有关赵安吉的话题，我们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下面我们就来聊一聊中美关系最近直奔0点的惊人状态。我们先从美国有关 TikTok 的立法突变谈起。3月7日，美国众议院能源和商务委员会以50-0的票数一致同意推进一个针对 TikTok 的法案。这是一个可能决定 TikTok 命运的法案。简单说，这个法案要求 TikTok 的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要么在6个月把 TikTok 这个应用程序出售给一个基于美国的公司，要么就会从此被禁止在美国下载。在目前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形同水火的对立状态下，居然能出现2党全票支持的议题，实在是太罕见。这大大出乎很多人此前的预料。截止3月7日这个委员会投票之前，没人知道到底有多少议员会支持这个针对 TikTok 的立法。很多人对这个立法不抱太大的希望，有多个原因。首先，很多美国人和美国议员对美国政府在美国专门针对某个社交软件制定法律禁止，这还是很难接受的，感觉这好像违背了美国宪法第1修正案有关言论自由的理念，把美国搞得像中共一样。而且这样的思路以前川普就尝试过，但是很快就被美国联邦法院给否决了。当时川普的想法就是，要么让中国母公司字符跳动把 TikTok 卖给美国公司，要么就在美国关闭 TikTok。 行政令一出，那些逢川必反的人就立刻到联邦法院挑战川普的这个行政令，结果联邦法院裁决川普的行政令失效。数个月后，拜登入主白宫，就彻底取消了川普的这个行政令，改为一项非常弱的行政令，只是笼统的要求对所有不友好国家控制的应用程序进行安全审查。目前 TikTok 在美国的影响力是越来越大，
自从字节跳动公司在2017年把中国抖音海外版 TikTok 在国际推出后， TikTok 就如同野火一般在世界蔓延开来。TikTok 的成功是字符跳动公司在中国抖音平台的延续。引用一个和字符跳动公司有密切接触的姓陶的哈佛教授透露的消息，抖音的设计初衷是用搞笑的短视频来迎合没脑子的年轻人，偏偏是这个定位让他在全世界立刻收获了大量用户。因为只想找乐子不想动脑子的人在哪个民族都是一个大比例人群。目前 TikTok 声称它在美国就有 1.7 亿的用户，超过美国人口的一半。连美国总统拜登最近都建立了 TikTok 账户，试图通过他和年轻一代美国选民直接沟通。同时还涌现出很多可以用 TikTok 频道赚钱的大 V， 这些人的利益就和 TikTok 紧密相关了。自从川普2020年尝试封禁 TikTok 被逆转后， TikTok 开始更大胆的在美国和世界各地扩展新业务。例如2022年10月 TikTok 在它的广告业务以外进一步推出电子商务，让 TikTok 的2023年收入同比增长了 43%， 增加到142亿美元。而美国有越来越多的人在靠 TikTok 这样的平台赚取收入，因此和2020年比， TikTok 在美国的影响力是越来越大。如果川普在2020年想禁止 TikTok 都没成功，现在 TikTok 在美国的影响力比那时要大好多倍。现在出台这样的禁令法律，面临的挑战一定会更大。但是这个法案一出手，就在这个众议院委员会被全票通过，这个势头着实让很多人吃惊。这背后有短期的原因，也有长期的因素。从短期看，在3月7日发生的2件事给这个法案的全票通过加入了动力。首先，2名知情人士向媒体透露，在3月7日投票前，美国政府情报部门专门组织美国众议院议员参加了一个关于 TikTok 如何处理用户数据的内部机密简报。在会议上，情报部门透露的消息让一些议员对 TikTok 的安全威胁感到大吃一惊。有很多迹象显示，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在积极推动这次立法行动，是拜登政府的官员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和2党的议员悄悄策划出来的这个议案。过去几年，美国情报部门越来越感觉到 TikTok 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但是因为此前川普试图用总统行政令的方式强迫 TikTok 和他的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切割，却被法院驳回了。于是美国官员尝试鼓励美国议会立法，用这个新的 TikTok 法案来明确赋予美国政府针对 TikTok 实施限制的权利。第二个短期原因是来自 TikTok 自己在投票前的一个愚蠢操作。TikTok 认为自己拥有 1.7 亿美国用户，这是他自己可以用来左右美国议员的一个重要筹码。于是在3月7日议员准备审议这个法案时， TikTok 向他 1.7 亿的美国用户发出了一个有强迫性的通知，敦促他的用户联系他的国会议员，表达对法案的不满。他让用户输入自己的邮政编码，然后立刻提供他所在地区的国会议员的名字和电话。随后用户只需按一个键就能直接给这些议员拨打电话。于是一时间，美国国会大楼办公室的每部电话都在开始铃声不断，每个电话都被打爆了。有一个议员办公室甚至收到有人冒充议员的儿子打来电话。美国情报部门本来告诉2党议员， TikTok 对美国国家安全可能有3大威胁：一，它可能在美国收集美国用户的个人数据，比如每个人的兴趣、网络地址、亲友关系网等等；二，中共可能利用 TikTok 的数据来追踪联邦雇员和承包商的位置；三， TikTok 可能会通过它的内部算法来向美国人发送特意安排的内容，左右美国公众的观点。多个美国议员表示，在收到这次电话轰炸之前，这3大威胁还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这次他们亲身体会到 TikTok 是如何能够在短时间内收集大量美国人的个人数据，并动员大量的美国人采取行动的。
很多议员立刻真切明白了，如果 TikTok 真的在中共控制下，它会对美国产生多么可怕的影响。美国议员说 TikTok 自己证明了这个立法的必要性。他们针对国会议员通过收集用户的信息，把他们的用户变成中共的小兵，这将给美国未来造成巨大伤害。下一步，这个在委员会被全票通过的法案会被提交给美国众议院投票。根据目前情况，这个法案应该大概率在众议院会被通过。下一步最大障碍可能会来自美国参议院对这个法案的态度。但是3月8日，拜登已经明确表示，一旦美国两院通过这个法案，他会签署批准这个法案。拜登这个态度和他的政府情报部门的态度是一致的。但是考虑就在前几天，拜登的竞选团队才刚刚开通他的 TikTok 账号，感觉拜登政府的行为和他的竞选团队的行为之间有些自相矛盾。另外，川普在第一时间对这个法案的表态也让很多人感觉不好理解。3月7日，川普在他自己的社交媒体真相平台上表示，他不支持这个针对 TikTok 的措施。他认为此时禁止 TikTok 只会帮助像脸书这样的社交平台，帮助他们清除一个竞争对手，让脸书更强大。而脸书这样的社交平台现在是美国人民的敌人。我对川普的表态是这样理解的。首先，我觉得说川普是站在中共一边这些说法有些幼稚。我们前面讲了，在2020年，在 TikTok 在美国语义还没有现在这么丰满时，川普就针对 TikTok 颁布了行政令，想在美国禁止 TikTok。所以川普对 TikTok 这样的有中共背景公司的真实态度其实是很明确的。那么现在川普发出这样的表态，一个主要原因是川普目前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在他11月总统大选上。在2020年的大选中，几乎所有的社交平台，包括脸书、谷歌、推特等等，都是出全力限制他的声音，甚至删除他的账号。那个经历让他至今记忆犹新。如果未来 TikTok 真的被美国公司收购，因为反垄断法的原因，它被脸书、谷歌这样的社交平台公司收购的可能性虽然不高，但是它被微软这样的没有社交平台的大财主收购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如果这样的话， TikTok 几乎肯定会变成另一个脸书，成为他大选的另一个敌人。所以我更倾向于把川普这个表态当成是他受2020年大选冲击的一个后遗症，西方简称是 PTSD 的表现，而不是展现他未来政策取向的一个标杆。那么川普这个表态会影响这个法案未来在美国两院的推进吗？我感觉影响不会太大。虽然川普目前在共和党内的民意极高，但是在针对中共这个议题上，美国两党两院的态度是高度一致的。对于反共这样两党无争议的议题，大批共和党议员会盲从川普的可能性应该不大。可能有观众会问，美国政府现在到底有没有实锤的证据显示 TikTok 在为中共偷美国的信息，在控制美国人呢？我不知道美国政府内部的机密信息，过去几年的媒体的相关报道主要是一些间接证据。例如，虽然所有社交媒体平台都在试图收集用户数据，但是 TikTok 在收集用户数据方面尤其先进和有效。TikTok 这样做的一个好处是，它用这样的数据能够让它的推荐算法更加准确，结果是它针对用户提供的个性化的视频会非常吸引用户，让人忍不住一直刷。根据2022年的一项调查，2/3的美国青少年每天都会用 TikTok，16% 的人几乎一直在线刷视频，这对美国年轻人的长期伤害会非常大。另外，2022年12月，字节跳动和 TikTok 的高层承认，他们的员工的确错误收集了美国用户的 IP 地址，这一点正在接受美国司法部的调查。但是从另一方面看，目前就是这些间接证据就足以让美国从政府到议会都针对 TikTok 如临大敌，准备专门立法针对。这说明什么？让美国担心的不是 TikTok 这个公司本身，真正让美国担心的是站在 TikTok 背后的中共。在美国，从政府到议会再到民间，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明确的共识，那就是中共是美国的潜在敌人。
他在未来关键时刻会不惜动用一切手段来伤害和瓦解美国社会。在这样的共识下，一切来自中共的可能的潜在威胁都会被美国解读为必然会发生的威胁，因此有必要现在就针对这些可能的潜在威胁立刻采取行动。有迹象显示，中共自己的行为是让美国政府对中共形成这样的认知的一个主要原因。2月19日，媒体报道，西方各国情报部门负责人汇聚一堂，出席每年一度的慕尼黑安全会议。虽然今年会议的重点是讨论乌克兰战争和以色列战争，但是出席会议的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雷还是特别敦促大家不要忽略中共的威胁。雷表示，中共在美国的关键基础设施中植入攻击性恶意软件的行为，现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这已经被视为美国目前最突出的国家安全威胁。雷举的一个例子是一个叫福特台风的黑客后门软件。去年，美国发现中共支持的黑客团队把福特台风这个后门软件悄悄植入大量美国关键基础设施中。中共这么干是在做预先部署，这些后门软件未来随时可能被触发，用来破坏美国的关键基础设施。雷虽然没有详细说美国有哪些关键基础设施被中共盯上了，但是他表示，安装福特台风这样的后门软件只是中共行动的冰山的一角。目前，美国 FBI 正在开展大量针对中共的工作。上个月，拜登政府忽然宣布，将在未来5年投资超过200亿美元，扶植在美国制造港口起重机，用来取代目前从中国进口的起重机。这笔资金准备用于支持日本三井物业在美国的子公司建造港口起重机，这是30年来美国首次为美国港口提供美国国产起重机的选项。最近，《华尔街日报》一篇独家报道披露了拜登政府这个决定背后的原因。中共一手扶植的位于上海的中共央企振华重工，目前垄断了全球港口的重型机械装备。20年前，振华重工起重机开始进入美国市场，很快就以它非常高的性能价格比独霸美国市场。目前美国港口使用的岸边集装箱起重机有近80%都是由振华重工生产的。多年来，美国政府对振华重工起重机的担忧与日俱增。报道说，美国国会对部署在全美港口的中国制造的货运起重机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在很多起重机上都发现了一些通讯设备，而且这些通讯设备似乎和起重机正常工作没有关系。一个安装了振华重工起重机的港口在去年12月给议员的信中说，他们知道这些起重机上有通讯设备，但是无法解释为什么振华重工要安装这些设备。另外，《华尔街日报》2021年的一篇报道说，美国联邦调查局在一艘向巴尔的摩港运送起重机的船上发现了情报收集设备。正是这些事件让美国情报部门处于对中共的高度敏感和警觉状态，让他们越来越担心中国黑客已经在预先做好准备，在未来中共和美国发生类似台海冲突的情况下，他们会启动破坏美国关键基础设施的行动。3月7日，中共外交部长王毅在记者会上回答问题时，把美国描绘成一个偏执多疑的超级大国。他说，美国如果一听到中国这2个字就紧张焦虑，大国的自信何在？如果美国一门心思打压中国，最终必将害了自己。但是就在同一天，多家海外媒体披露，中共中央国资委下发了一个79号秘密文件。据知情人士称，这个79号文件十分敏感，中共高级官员和央企高管只能在现场阅读这个文件，但不允许任何人复制带回去。这个文件的核心要求是要中国金融、能源和其他行业的国有企业在2027年之前替换所有计算机和信息系统中的外国软件和硬件。中国最大的100家上市公司中有60多家都属于国企系统。因为这一文件扩大了中共对于将美国技术挤出中国的范围和力度，所以一些人也把这个文件称为消 A 文件。消 A 就是消除 American Technology， 就是消除美国技术的意思。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最近的人大会议上还重申了这个行动的重要性。就在6年前，从性能角度考虑，中共多数政府招标还是在强调要西方品牌的硬件、芯片和软件。到了2023年，多数中共政府招标都在寻求中国产的科技产品，虽然他们非常清楚很多国产的技术还非常不好用。在中国的一些商品展览会上，中国供应商直截了当地提出，他们的产品可以帮助买家从供应链中消 A。中共消 A 的结果是，美国各大公司在中国的市场份额迅速减少。过去5年，美国戴尔个人电脑在中国的市场份额减少了一半，而美国惠普公司中国市场占它总收入的比例也从 14% 下降到 4%。这也许是现在中共在美国代言人越来越少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我们看到美国宁可花数百亿美元也要用本土的起重机来代替中共的产品，而中共一方面宁可麻烦费事也要安装中国本地的那些用起来磕磕绊绊的软件系统。我们其实已经清楚地看到了，过去那个以经济效率为驱动的全球化进程已经终结了。我们正走入一个根据地缘政治分割的世界的新经济体系中。在这个新经济体系中，中共和美国都选择了越走越远的方向。可能有观众会问，杰森呀，中共海关总署3月7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1、2月份出口同比增长 7%， 进口增长了 3.5%， 贸易顺差扩大了 20.5%，3项数据都高于市场预期。对此你如何解释？表面看这是中国经济利好消息，但背后隐藏的故事对中共可能是一个更大的噩梦。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只能在以后的节目中再和大家深入解释这背后的原因。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看，希望大家能够订阅和推荐杰森视角这个频道。